怎么说？再下去我真的可能要去非洲贫民窟了。那不是我看不起非洲啊，那只能去非洲贫民窟生活了。哎呀，在国内活不下去，在泰国也活不下去，到新加坡更活不下去，哎，只能去非洲了。哎，怎么办？吃不吃饭？哎，大家好，我小胖，我们已经到了狮城新加坡了啊！我现在就在新加坡的这个鱼尾狮公园，然后刚刚坐公交车下来，坐的有点睡着了。我发现一个啊，终于在东南亚那么久，我很少见到这种高楼大厦了，所以我们就所谓的来到了发达国家，对吧？但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你去看所有这种发达国家这种写字楼的上面啊，全部都是银行，都是银行的 logo。那边什么 ICBC 中国银行怎么样？好像我们想到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啊！你看香港维多利亚港整个中环那边所有的写字楼，大家去看，上面都是银行的广告，这里也是一样，对吧？我不知道是银行真的那么赚钱吧？啊，就这样黄色的，就是好像是新加坡最大的银行。哎呀，到了，前面就是鱼尾狮。啊，我又要走过去，到了新加坡的地标性建筑。鱼尾狮，左边就是最有名的摩天轮，对吧？新加坡的摩天轮，右边就是新加坡的金沙酒店啊。这金沙酒店下面还有一个场子，待会儿我去转过去，我们将环绕着一圈，今天把整个金沙逛一圈。好，我们就到了新加坡地标鱼尾狮啊。这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为什么新加坡拿这个地标，或者说拿这个鱼尾狮作为地标？它其实很简单，是14世纪啊，有个人他是先发现新加坡，但是他一到新加坡这个岛上呢，他就发现一只狮子，对吧？当时被称为神兽，所以说这只狮子以后，他们就把这里叫做了狮城，啊，就是很简单，就这么一个故事啊。然后鱼尾狮呢，也是象征新加坡，类似于旅游局吧，我觉得新加坡旅游局的一个标志的一个东西，也是新加坡整个城市的一个象征。然后鱼尾狮对面就是金沙酒店，就是比较有名金沙酒店，富丽堂皇的啊。金沙酒店的隔壁就是新加坡的摩天轮，然后边上的话是它的音乐厅，这是它的艺术中心，整个新加坡的 CBD 啊。就在这个位置，大家看高楼大厦林立，各种广告，各种写字楼。我们走到正面啊，正面就是最出片的一个地方。啊，大概就这个位置，它是可以刚好这个喷泉，然后下午的话，这里可能还会有一点彩虹，然后刚好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所有的被挡住了。哎，美女让一下。啊，对。啊，这就是。经常摄影师出片的这个位置，你别说，新加坡的夕阳真的蛮好看的，配上这个鱼尾狮，配上这个高楼大厦建筑群，然后整个湖的一个中心对面金沙酒店，然后再配上摩天轮，用上海话叫 C。这个位置的餐厅就贵了吧？我觉得还好，如果就一人点杯饮料倒还好。但我看他们吃大餐，那肯定是有点贵。这个的话就有点像，迪拜的那个独拜帽下面的它的哈法利塔的下面，然后它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餐厅围着一圈。如果大家去过的话，就觉得非常像。然后我们先绕一圈，我们绕到对面金沙市，给大家看新加坡的斑马线，它不跟我们传统的斑马线是横的，它就这里一小节，然后中间框出来就是斑马线。然后它也跟香港一样会滴滴滴滴叫，就属于那种盲人用的那个声音，但它的斑马线就是不像我们这样是横到底的。这个位置原来是全球新加坡第100家星巴克拆了，没了，它应该是迁到那边去了。本来这是2014年情人节那天，这里除了第100家星巴克就在这个位置。哎，现在这个物是人非啊。忍不住还是到这个星巴克来买了杯咖啡，它就是在那个边上，它有一个新加坡特别款，就这款，上面给你带一个，这应该是巧克力，应该能吃的吧，一个狮子，然后它是鸳鸯星冰乐，这只有新加坡有，我不知道其他店有没有，但这我从来没见过。哇，我们走过来，这是个什么店啊？
外面 logo 都没有，它看上去像苹果店，但是又不像苹果店。哦，是苹果 Apple。哇，它这个 logo 做的那么小，这里一个 Apple， 它为什么不在上面这个地方做一个 logo 呢？哎，好奇怪了，它 logo 做的那么小，它这应该在整个球上面做一个 logo。那这家苹果店好有意思啊，后面是金沙酒店，对应着楼下一家 LV 一家苹果。哦，好凉快，还蹭我空调。我们看一下这家苹果店，哇，它真的蛮有特色的，还有很大休息区，还有下面还有一层，上面是1对1体验各种产品的，就苹果店这个服务还是可以的。然后下面的话我们去看一下，上面就是各种产品。在新加坡买个 iPhone 多少？这里更好玩的，就是有太阳眼。iPhone Plus， 它1400多新币，应该乘以5.4，7000多。哇，需要这么有时代感吗？这个电梯。我们星巴克下来就到了这个商场里面啊 ，Casino 娱乐场往前走。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在说啊，就是关于泰国 Casino 这个问题，娱乐场的问题。就很多人在问，哎，这个芭提雅开不开怎么样？芭提雅肯定会开，但是开它绝对不会说是那种非常豪华、非常大的，暂时我觉得不会。然后还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因为你必须建这个娱乐场，你必须要周边配套。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酒店啊，然后各种的这个餐饮啊、商场啊，芭提雅没有那么大的地了。所以我们刚才在说啊，就这样的，你肯定要这种金沙集团啊、美高美集团啊、银河集团，类似于大的这种娱乐场公司啊，你才要开那么多的店，包括那么多的国际品牌入驻。你好好说，芭提雅连5星酒店都没2家，就一家希尔顿，对吧？一家安达仕，那再给你加 Space 算上吧，对不对？这个还有一家这个洲际不像洲际的，所以说。在芭提雅，你像最起码要有个5星级酒店，比如说在金沙集团，你要有个金沙酒店，对吧？你下面要配套的各种的商场啊，各种什么东西。所以我认为芭提雅还不具备这个能力，最起码5星酒店多一点吧。芭提雅的5星酒店还没一个甲米多，是不是？这个你说过来的这个肯定是要商业配套，包括电影院啊，包括餐厅啊，包括各种。真的，像芭提雅这种美食荒漠，只有一个上泰百货，你说是吧？要开也就开个棋牌室了，在我眼里，对吧？牌那个。娱乐场的牌它肯定会发，但是有没有那么大一块地，它肯定不在芭提雅，你或者在春武里，或者在罗永，或者在某一个地方，对吧？你在芭提雅市区，没有这块地。走过了刚才那一片的国际奢侈品店，我们到了美食广场。我觉得美食广场我们应该消费得起。我们去看看这里的美食广场是不是跟澳门上面的那个威尼斯人上面的美食广场差不多啊？星巴克啊，新麦店。手工店，手冲，这个等级大家知道啊，1星。一个排骨汤9块钱，5945人民币，一个鸡汤60人民币。得，选不下手啊！看似好便宜，7块8块，反正基本上就是7、8、90这个价格。一个招牌烤鱼，哎，这烤鱼便宜啊！烤鱼16块乘以90块钱，这便宜。一个肉骨茶，大份的100块钱。好了，我发现我连这里的美食广场我都吃不起，太贵了。新加坡人这收入真的是高啊！这个这一整只鸡22、110、夸张，只能用夸张。真的在这里吃个饭啊，你都会抖一抖，因为你会发现它这里的物价就是国内的物价，但是你没有算汇率，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别说了，我走了一圈啊，真的我可能连饭都吃不起。我觉得我只配待在欠发达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这个发达国家可能跟我没有什么缘分，对吧？这个实在是太吓人了。这个我现在总算觉得，之前我觉得泰国物价也蛮高的，也蛮贵的。自从来了这里以后，我觉得泰国真便宜，真的便宜。刚才我算了算物价，真的就是，比如说一瓶可乐3块钱，对吧？国内可乐卖3块钱，但是它是一个是人民币，一个是新加坡币，你再乘以5.4，然后一瓶可乐就是15块钱，你就会觉得
没法喝不下去。你像泰国的话还好，17泰铢你除一除，哎就3.5块，你怎么样？你还能接受。永远是我是除以5跟人民币进行一个比价，在这里你不用，它就是人民币的价格，然后不算汇率，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这个我这辈子可能跟发达国家无缘了，这个才知道原来钱是多么的不经用。现在才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差，真的。这个所以说啊，那么多人追求着生活去赚钱，这辈子努力去赚钱。你看过这东西，你只能赚钱啊！你不赚钱，你连饭都吃不起啊，对吧？那我们怎么办呢？我自己不要好，是属于既然赚不到钱，我就把生活品质降一降，对不对？我到便宜的地方去，或者说我到那个怎么说，再下去我真的可能要去非洲贫民窟了。那不是我看不起非洲啊，那只能去非洲贫民窟生活了。哎呀，在国内活不下去，在泰国也活不下去，在新加坡更活不下去，哎，只能去非洲了。哎，怎么办？吃不起饭。真的，新加坡这个地方，这个金沙跟迪拜茂真的很像，连打出租车都很像，所有人都在跟这里跟机场一样排队打车。所以说，你要开一个那么大型的娱乐场，必须有相应的配套，这个我觉得好难，对吧？在芭提雅这个地方就很难，但是在有些地方就可以。这个需要难在哪里呢？主要是需要一个很强大的管理集团，对吧？类似于这种金沙啊、美高美啊之类这样的公司来运营，这个人家有成熟的经验。哎呀，坐个地铁走，这一圈走的来有点累。哎，我们就回去，因为今天我们住在牙龙。这个牙龙大家也知道，就是在新加坡也算比较有颜色的区域，所以我们待会出了地铁给大家去逛一逛，到底看看这个牙龙到底怎么样。总算能坐下了。哎，你别说这一天蛮累的，我应该走了大概有个4-5公里了，可能还不止。从早上6点多到现在晚上快12点了。哎，旅行就是我觉得还是蛮充实的。很多人可能旅行啊，就是什么去逛逛啊，吃点东西打卡。我喜欢瞎折腾，就瞎折腾。哎，到了，1.3块，怎么办？每次都要看钱，哎，真累。应该走 A 还走 B 啊？哎，我研究一下。你们一定不知道我又干一件多变态的事情，就是体验已经到极致了。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叫牙龙，它有很多的中国人跟那个印度人，对吧？这里有很多的中国餐厅和印度餐厅。然后我竟然没有选择去中国餐厅吃夜宵，我选择了一个印度餐厅吃夜宵。这家店就在我们酒店楼下。刚才我窗口望起来，发现好多印度人在这里排队买，对吧？那我们杭州话有个叫什么行而风，对吧？就是越多人买的东西肯定是越好吃嘛，它不好吃，它怎么在这里活着嘛，对吧？因为开在海外的一些店，尤其是针对本地人去，如果做的不好吃是没有生意的。那这家店我看基本上就是很多印度人来吃，肯定很好吃。所以我想，因为之前在印度餐我也在芭提雅吃过，所以我想尝尝看这个印度餐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也不知道点了什么东西，我随便点，待会上来再给大家看啊。这个我们搞了一份啊，这东西我给大家讲一下，我对印度餐还是有点了解。这叫玛莎拉，我们点的是玛莎拉鸡。我就不用手包了，鱼炸开，也蛮有饭碗啊。安大鱼，一个刷饼子4开。我另外东西到了，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吧，这个面。thank you。这个看上去屌，这它跟泡菜差不多。然后那个荷包蛋，这个蛮好看的。然后这个，我们继续。来，上极限。其实呢，这个东西它应该这么包着吃，但是我觉得这样吃也没毛病，对吧？就是一口鸡肉，一口饼，感觉多少钱？一共10个新币50块钱，一份炒面，一个饼。一个玛莎拉鸡肉50块钱，这我觉得就应该是新加坡人民底层人民。这炒面可以啊，鸡蛋炒面加荷包蛋，可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拜拜。